这期视频呢，我们主要讲一讲如何让交易变得简化和可持续。这期视频呢，主要针对在市场上有些朋友有时赚有时亏，无法持续稳定的盈利，那么如何突破这个限制，让你的曲线开始持续稳定的往上走？相信听完之后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也请记得点赞大帅的视频。首先的话呢，我们知道交易最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做到可以持续。大帅见过很多朋友都是行情好的时候可以赚很多，甚至可以一波赚个10倍、2倍、5倍的，甚至有的朋友赚个20倍的都有可能。但是大家都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种一波赚上来的，你很难说持续的留下来。很多人就是赚的时候赚得很快一波能够赚个2-3倍，但是一旦行情结束，在震荡区间或者在回撤区间就会全部亏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体系化的东西，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的东西，所以就导致很多时候你看起来赚了很多，但是你想把它留下来，想把它守住，做不到。那么如何做到体系化呢？其实前面大帅给大家分享过很多，包括自己的体系怎么设置，包括自己是如何由亏转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今天呢，大帅不想说那么复杂，给大家把这个东西简单的说清楚，就是交易的核心其实有2点。第一点，盈亏比你的盈亏比到底是1:1、1:2、1:5还是1:10？第二点，胜率，你的胜率有多少？能够达到 50% 吗？还是能够达到 70%、80%？这2点其实是构建你交易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你的所有交易体系都离不开这2点。有很多朋友呢喜欢胜率比较低，可能胜率 10%， 对吧？但是盈亏比能达到1:10也可以但今天呢，大帅就直接给大家简化一下，直接告诉答案，如何找到合适的盈亏比。首先对于盈亏比来说呢，盈亏比越大肯定是风险越高的例如在一波行情中，如果你的盈亏比是1:10，那需要有很大的行情，你才能把这波才能满足你这个盈亏比。但如果你的盈亏比是1:2或者是1:0.5，对吧？这种的呢就很容易达到，所以的话呢，这种胜率就会相对的更高，更容易盈利，对行情的波幅要求也比较小。例如你的盈亏比如果是1:2，那么这种小震荡，甚至这种底部的震荡，摸不灵带下轨反弹的震荡都能达标。所以这个是盈亏比的设置。在这里呢，大家设置盈亏比一定要根据行情来，就是这一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预期。举个简单例子，例如这会儿跌到下轨了，那么预期在哪里？预期就是中轨，这个是不灵带的一个标准反弹空间。如果它涨上中轨了，预期在哪里？预期就是上轨，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不灵带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来设置盈亏比。例如你在突破中轨的时候，在这个位置选择多头机会，止损的点的话呢，设在这个 K 线的最底部，然后在上轨附近设置止盈，那么你的盈亏比呢，差不多能达到1:5左右如果你的位置高一点呢，可能就是1:3左右，这个就是一个盈亏比的设置。所以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优先设置好盈亏比。当然呢，还有一种办法很好用，就是把盈亏比进一步降低。这种办法呢适合高频，就是例如我就把盈亏比设成1:1，这个很简单吧，而且1:1很容易满足吧。对于很多这种小震荡行情都能轻松的满足1:1的盈亏比。那么这个盈亏比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让你不容易扛单，不容易说这个亏损了我不止损，因为你每次都设好了1:1
赚了我就走，哪怕这个后面行情它赚的更多，我不要，我就要1:1。那么这种1:1它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第一，它胜率高。如果你只用1:1的话，那胜率你只需要达到 55% 以上就可以盈利了。这个你对交易体系了解一点，对吧？对技术了解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能够达到的。如果你不了解技术交易体系呢，可以去看我以前的视频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1:1的话可以做高频啊，就是可以每天有很多的机会，甚至你可以抓住1小时的机会，可以抓住30分钟的机会，可以走一个复利。这个是它最大的特点，因为它的机会特别多啊。例如我切到这个英伟达的1小时线，对吧？你会发现也是很多时候可以轻松的满足1:1的机会。例如你在下轨，对吧？中轨这种1:1的机会太多了啊，对吧？包括中轨到上轨，甚至1个小时可能有几次啊，这个就是1:1的特点。那么1:1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止盈和止损比例是1:1啊。假设你是1%的波动止盈啊，那么你也设置成1%的波动止损，这个就是1:1啊。或者你觉得1%多了，你想要更高的频次，你可能设成0.5%的机会止盈啊，那你在0.5%的机会止损，这也是1:1。包括对于加密货币市场也是一样的啊，也是实用的。这个就是一个1:1的最大的优势。为什么大帅给大家强调一定要把这个盈亏比搞好呢？因为盈亏比搞好的情况下，可以让你专注提高胜率。相信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对吧？在交易的过程中，你会考虑一点，假设你入场了，你是不是得随时考虑，第一，你止损在哪里？第二，你止盈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考虑，但实际上不会这样。我举个简单例子，例如你想把行情吃完，那你很多时候你得选择移动止损，你的止损可能得随着布林带的一个中轨往上移，甚至你可能不设止盈，只设止损，而是不断的移高止损。但是有的时候呢，行情震荡又随时会打掉，所以就让每天的工作量很多。但是如果你设置成固定的盈亏比，例如1:1啊，或者是1:2，根据你的情况来，这样的话你就只用专注一点，就是胜率，你就只用思考在整段行情里我在什么位置找机会胜率高，对吧？假设你是做多单，那么我在下轨找机会是不是胜率高一点啊？假设我在做空单，我在上轨找机会或者阻力过不去，是不是胜率多一点？你就可以把原本很复杂的交易体系变成一个简化的可实用的一个方式，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二点呢，胜率如何提升啊？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啊，前面大帅分享过很多交易体系，包括我的自己编写的指标，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简介找到啊，也欢迎大家看和使用。胜率高的很简单的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强度，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想要多单胜率高，那么你需要找到有效支撑，对吧？例如这个支撑踩过去以后没踩破，反复验证，那证明这个支撑有效，或者是多个周期的共同支撑，那它胜率肯定高。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对吧？例如如果你找1个小时支撑，它的支撑可能有效啊，如果你找1天的支撑，那它可能更有效，对吧？你找1周的支撑更有效。但是作为高频来说呢，一般我们不会找这么大的，一般你找1天的，结合1小时、4小时的支撑，强度就够了。有包括你要是做空单的话呢，你就要注意阻力，对吧？例如上轨没破，这个阻力是不是就是有效的啊？上轨没过去，阻力是不是就是有效的？尤其是布林带中轨往下的时候，中轨过不去，这个阻力是不是就是有效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精力花在研究胜率上。然后如果你有自己合适的体系，以及对于这个技术指标对位置比较了解，如果再能多周期共振的来看的话，
你胜率达到一个 70% 肯定是能够达到的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尤其是按照刚才1:1盈亏比的情况下，你大多数人经过系统的训练以后达到 70% 的胜率，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大家你也可以自己试一试，甚至我估计很多朋友你都不用去再额外的训练了，这会儿你把盈亏比调成1:1，你的胜率应该就能达到 70%， 只要你控制自己的手，不去故意乱做，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包括这种呢，就适合用这种支撑阻力位的指标啊，像布林带呀，包括我写的这个趋势指标，它有很多支撑阻力位，这些都可以很容易的达到这个确定这个位置到底支撑阻力在哪里，然后你再根据行情来判断它是否有效，这个就是提高胜率的最好办法啊。只要不是特别难的行情，对吧？一般来说把胜率提到 70% 是没问题的。做得好的话，提到 80% 甚至 90% 都是没问题的。好，然后第3点，持续盈利的必需品啊，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包括很多人你做高频，你都会察觉做高频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控制住自己的一个心态啊，控制住自己的一个心态来找最合适的机会。或者说耐心等待行情的运行。我举个简单例子，例如我们随便来找一段就还以刚才这一段吧，我们来看1小时，这段是1小时的英伟达运行周期，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它是没机会的，例如这一段里面明确跌到下轨支撑附近的只有这1个小时啊，这里跌到下轨支撑了。对吧？然后这里跌到下轨支撑了，但是明确的只有这1个小时，然后涨到上轨阻力的多一点，有个4、5次啊，然后中轨阻力有1次，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没有机会的。你可以看到妞在这里，对吧？它既不靠近阻力，也不靠近支撑，包括这里，对吧？都是不靠近阻力，不靠近支撑，只有这里勉勉强强靠近一个中轨的支撑。然后在这里也是既不靠近阻力又不靠近支撑，所以对于这些位置，包括这里这些位置的话呢，你需要能够控住自己的手，不去乱交易，而是耐心等待到位置。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交易员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没有行情的时候不出手，或者说你设定好了目标，例如就是下轨附近支撑有效，上轨附近阻力有效，你来找机会。那么在此运行期间，你就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手，不去做。但是你还得看盘，对吧？你不看盘怎么知道跌到位了没？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有没有效呢？强度够不够呢？所以这就是很考验人的一点。这段时间你还得看盘，但是你得控制住自己的手，不去做这种小波动啊，不会说我本来这个体系用的好好的，对吧？那个能够持续稳定的盈利了，我这会儿在这个位置我忽然手痒，我非要去做一笔，那肯定是会无法控制的，肯定会最后就导致曲线就像很多人的曲线一样，忽上忽下，它就是无法持续往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这点谁也没有办法帮助，只能说自己控制好，在没有明确的机会的时候不要去出手。然后同时还要做好复盘记录，对吧？你得记录一下你体系什么位置成功，什么位置失败，对吧？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你得总结下来，才能找到真正的核心。然后最后一点呢，关于我的心得的话呢，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做高频还是做趋势都可以，但是做高频的话更考验耐性更考验耐性，它是一种复利的形式是一种复利的形式。做趋势的话呢，虽然很多人他会一波赚到很多，但是往往后来在震荡的区间他会亏损掉，因为他没法判断这里是不是继续走趋势，对吧？举个简单例子，1小时可能前面日线级别英伟达这一波很多人都能赚到但是到这里开始震荡了，对吧？又有各种消息满天飞，一会儿利好一会儿利空的，随时看上去好像又能往上又没往上的，
那么对于趋势交易者，这种行情其实是很难做的，甚至很可能把按前面在这个一波大趋势里赚到的亏回去。那么对于高频来说呢，就无所谓了，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做短线，走复利，同时每一笔的交易你都要设好盈亏比，都要设好止盈止损，并且在入场的时候就设好啊。例如入场的时候你就设好1:1啊，或者入场的时候你就设好1:2，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呢，像碰到一些大波动的行情，很可能立刻就结束掉。例如前面在这里，对吧？碰上前面这种大波动的行情，你要是不设置盈亏比，可能一下就对你的本金造成重创，或者一下就造成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定要重视纪律，重视体系，你所有出手你就必须设好盈亏比，就要考虑风险，考虑这笔交易我能不能够承受它的亏损，这个一定要思考好。有的朋友他会做一些这个自己不能承受的事情，但他感觉不到我举个简单例子，有的朋友可能会一笔交易盈亏比他设在亏损 30% 他设的时候他感觉没事，不会亏这么多，但是真的亏了 30%， 他觉得没法承受了觉得心态崩了，接下来忍不住想去高频交易，或者想乱做，想快速的把这 30% 给挣回来，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想好到底自己能够承受多少亏损，并且在入场的时候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我入场的时候我就准备好，我就当我这笔交易是亏了我就当我这笔交易已经亏了 5% 了，假设我的这个止损是 5% 我就默认为我已经亏了 5% 我看我自己能不能接受，对吧？我就入场的时候就把这笔交易当亏损去看，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用的一个交易心态虽然我有很大概率能赚，但是我就当它亏了我先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如果能承受 OK那我再去下这笔单子，然后赚了更好，对吧？亏了的话呢，我已经做好心理预期了，我也认为自己能承受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设好你的盈亏比，练好你的胜率，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把你的交易变到一个框架里，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持续的复利，持续的往上走。如果没有框架，没有盈亏比，或者乱做，那就会变得跟行情一样，行情好的时候做对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你就是赚的，行情不好的时候做错的时候，运气差的时候你就是亏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交易法门。好，那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在下面留言，也欢迎和大帅探讨。感谢你的订阅，也欢迎使用大帅自己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或观看大帅的其他教学视频。